军演结束不回家，白俄外长表示，北约部队将常驻苏瓦乌基走廊。德国宣布新援助，涉及射程达到100公里的炮弹原型。俄罗斯筹备军演，加强非战略核武器部队的战备能力。美日再度合作，联合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拦截弹。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根据媒体报道，白俄罗斯外长谢尔盖·阿列伊尼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苏瓦乌基走廊演习的北约部队可能会长期驻留在此地。在4月21日，立陶宛军队指挥部表示，立陶宛与波兰的军队将在北约盟国的参与下，在位于波兰境内的苏瓦乌基走廊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此次演习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旅级指挥部与北约盟国部队互动，规划防御性军事行动。所谓的苏瓦乌基走廊是位于波兰东北部的一段领土，位于白俄罗斯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之间，长度大约100公里。在去年7月份，波兰对外表示，瓦格纳雇佣兵组织准备进攻这条走廊，从而将本土与加里宁格勒连接在一起。为此，波兰还进行了部分军事动员，并命令现役部队向东部边境移动，以防卫瓦格纳可能进行的进攻行动。同时还做好了关闭与白俄边界的准备。所幸后来瓦格纳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今年4月份，立陶宛宣布将与波兰、美国以及葡萄牙在苏瓦乌基走廊进行军事演习，并演练对苏瓦乌基的防御。如今，白俄外长表示，这些北约联军似乎在军演结束之后准备常驻此地，这让白俄感到了莫大的危机。此前，还有一位美国军方高层表示，临时部署在立陶宛的美军部队可能会无限期留在那里，这让火力军觉得目前苏瓦乌基走廊的情况与去年有些类似。不过，当时是瓦格纳准备进攻此地，让波兰、立陶宛等国感到很紧张。而现在则是北约部队准备常驻，让白俄感到莫名危机。与此同时，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北约已经制定了关于俄乌战争的2条红线，可能会促使北约直接介入这场战争。首先，第一条红线是第三方直接或间接介入乌克兰西北部。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将在乌克兰与白俄之间部署军队，从而缓解乌克兰的压力，使其有足够的兵力在前线作战。而第二条红线就是对俄罗斯或白俄、对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或摩尔多瓦的军事挑衅。不过，目前北约并没有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这件事也让火力军想到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提及的方案，也就是直接向乌克兰派遣兵力。在马克龙多次表示向乌克兰出兵的前提与条件后，值得一提的是，马克龙曾表示对于俄罗斯知晓法国可能会派兵之后的反应感到非常满意，并表示应该对俄罗斯保持战略不确定战略，不轻易披露北约可能的派兵计划。波兰外长希科斯基也对波兰会不会出兵做出了回应。希科斯基表示，不要把底牌放在桌面上，让俄罗斯琢磨琢磨。从目前来看，波兰与法国的模糊战略确实对俄罗斯造成了不小的威胁，使其在一些问题上变得非常谨慎，甚至不断向外表示法国派兵乌克兰只是一种信息宣传。另外，虽然北约其他成员国并不同意法国派兵，但也没有做出很强硬的制止。除此之外，德国总理舒尔茨也曾表示，只要乌克兰需要，德国将坚定地提供支持，无论需要多长的时间。从北约各国的态度上来看，这已经成为北约的部分态度。无论是面对俄罗斯，还是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甚至包括允许乌克兰利用北约武器袭击俄本土地区，也可以这样说，北约在俄乌问题上，相较之前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德国莱茵金属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新一笔援助，此次援助涉及大量炮弹。根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莱茵金属负责人帕佩尔格表示，
战场上的炮兵改变了战场的规则。按照欧盟的合同，在今年，莱茵金属公司将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万枚炮弹，其中包括射程达到100公里以上的最新型号炮弹。只不过，此次莱茵金属并未放出这款射程100公里炮弹的详细数据。但在此之前，德国还曾为乌克兰提供一款远程炮弹，也就是火山制导炮弹，是由意大利奥托梅莱拉公司研发生产的，主要用于76毫米、127毫米舰炮以及155毫米自行火炮系统，以及155毫米版本为此口径型号，拥有仅导弹增程无制导与远程导弹两种型号。炮弹导引头可以选装半主动激光导引头、GPS 导引头以及红外导引头等，可以应对不同的作战环境与任务。这款弹药是德国在2022年向乌克兰援助的，射程非常出色。BER 非制导版本用39倍镜155毫米火炮发射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9公里；用52倍镜155毫米火炮发射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50公里。而 GLR 制导版本通过这两种火炮进行发射时，射程分别可以达到55公里与70公里以上。另外，火山制导炮弹的精度也非常高，单独只用 GPS 制导，命中精度在20米以内；若使用复合制导的话，可以在33公里范围内击中2米乘2米的标靶。显然，德国正在加大对乌炮弹的援助。截至2022年2月，莱茵金属每年可以生产7万枚炮弹。等到了2024年，莱茵金属的炮弹产量可能会达到70万枚。因为莱茵金属为了扩大产能，还在德国、立陶宛以及乌克兰建立火炮厂。接下来，火力军为各位带来关于俄罗斯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6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公告表示，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命令，加强俄军非战略核武器部队的战备能力，俄罗斯将举行一次军事演习。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此次演习的俄罗斯作战单位包括俄罗斯南部军区导弹部队、空天军航空兵以及海军部队。在此次演习期间，俄罗斯武装部队南部军区将展开一系列涉及准备与使用非战略核武器的行动。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此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俄罗斯非战略核武器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人员装备的战备水平，以保护俄罗斯领土的完整性。此前，根据美国2020年发布的信息，截止2020年年初，俄罗斯拥有6300余枚战略战术核弹头，其中1570枚战略核弹头处于现役部署状态，另有870枚战略核弹头与1870枚非战略核弹头处于封存状态。而根据美国在去年发布的俄罗斯军力报告显示，美国认为俄罗斯可以在伊斯坎德尔导弹上搭载战术核弹头。而在去年，俄罗斯总统宣布将向白俄交付带有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这也是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之后首次在本土之外部署核武器。直到今年4月份，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表示，根据去年与俄罗斯签署的协议，白俄已经在本土部署了数十枚俄罗斯战术核武器。卢卡申科还表示，如果白俄领土遭遇袭击，白俄与俄罗斯将立即使用各类武器作出回应。接下来是关于美国与日本军事合作的最新消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与日本高超音速拦截武器的开发费用将超过30亿美元。这个预算是由美国国防导弹防御给出的。这30亿研发费用中，日本将承担10亿美元，负责拦截武器的推进系统等部分的开发。计划将在2030年代中期达到计划的目标。根据报道显示，美日研发拦截系统是由火箭发射到一定高度后，将弹头分离之后，在滑行时可以反复上升与下降的高超音速武器，类似于用石头在水面上打水漂。这款拦截武器可以在高超音速武器的滑翔阶段可以拦截，使其无法降至现有防空系统应对不了的高度。拦截武器需要以高速飞行很远的距离，并具备对高超音速武器滑翔弹头轨迹变化做出机动反应的能力。
外界认为，如果美日此次合作能成功的话，日本正在研发的新型驱逐舰可能会装备这种能够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新型拦截武器。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首艘新型驱逐舰将在2027年服役，第二艘将在2028年列装。目前，高超音速武器已经成为各国争相研发的方向，具备高速、高毁伤以及高突防等优势。但武器的发展有矛就会有盾，各国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同时，同样在发展相应的拦截系统。目前来说，想要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有效拦截，只能从这几个方面下手。首先就是研发新型拦截武器，也就是美日合作的项目。除此之外，美国在2018年9月首次公布了高超音速防御武器系统项目，并在2019年选取5个可行方案，其中4个动能拦截方案与1个定向能拦截方案。其次就是打造多层检测体系，实现陆海空天一体化、多方位以及多手段探测，完成对高超音速武器的全过程检测。所以，美国正在对现有反导预警系统进行升级。目前，美国将太空发展局的分布式作战人员太空架构中首批10颗卫星送入太空，包括8颗通讯传输卫星与2颗导弹追踪卫星。按照美国的计划，分布式作战人员太空架构未来将部署数百颗卫星，初期发射的卫星主要用于导弹预警与追踪，尤其是针对高超音速武器。未来还将具备战术通信与对地侦察等能力，而日本同样在构筑这类预警系统。日本计划在2025年之前发射3颗卫星，来构建一个监测网。除了用于防灾救灾和海洋监测以外，未来将用于监控高超音速武器。目前来说，虽然各国还未大量装备高超音速武器，但已经为各国带来非常大反导威胁。毕竟，高超音速武器的出现是对现有防空反导系统的降维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选择尽快研发新的防空反导系统。接下来聊一下关于美国海军方面的问题吧。如今的美国海军正在面临一个艰难的处境。英国媒体报道，在未来几年内，美国海军将失去上千个导弹发射管。之所以造成这种结局，原因是美军现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正在走向退役。这级军舰自20世纪80年代服役以来，一直是美军舰队的主力。但根据最新一项计划，美军目前现役的提康德罗加级中的最后一艘预计将在2027年退役。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每一艘都拥有122个垂发单元，比阿利伯克级要多26个发射单元，可以发射防空反舰以及对地导弹，可以装备战斧巡航导弹、新型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标准系列防空反导导弹。随着提康德罗加级的退役，美军也将失去该级军舰拥有的垂发，这将大大削弱海军的整体火力。相对来说，美国海军还在发展可以取代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水面舰艇，也就是 DDG-X， 排水量1300吨以上，比当前的阿利伯克级大上不少。但这艘军舰只配备了96个垂发单元，跟阿利伯克是一样的数量。这就意味着，美国利用 DDG-X 取代提康德罗加级，已经无法解决海军垂发单元减少的情况。但 DDG-X 项目的开发并不快。按照美国海军的计划，今年将退役3艘提康德罗加级，2025年退役4艘，2026年退役3艘，2027年退役2艘。但美国海军从2028年开始才会采购 DDG-X， 并且只采购11艘。就算这些新舰艇同时入列，也只能增加1000个垂发单元，远远比不上12艘提康德罗加级带来的1500个垂发。另外，美国海军还计划将部分俄亥俄级导弹核潜艇退役。为了填补俄亥俄级退役后留下的战力空缺，美军计划采购新一代的弗吉尼亚级 Block 5批次攻击核潜艇。不过 Block 5批次在设计与性能上都有显著的提升，尤其是增加了战斧导弹的垂发装置，使得每艘潜艇的携带量大幅提升。
相对来说，水面舰艇垂发单元减少，潜艇发射单元增加，也能暂时缓解美国海军目前的担忧。但想要真正补充足够的导弹发射单元，势必需要采购更多的军舰。你们觉得呢？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空军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6日，据媒体报道，美国空军一架战斗机在位于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希尔顿黑德机场坠毁。这次坠毁的战机正是 F-22，是在当地时间11时30分左右坠毁。目前，关于 F-22坠毁的调查，美国官方正在进行。官方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同时也不清楚飞行员有没有出现伤亡。根据美国军方的说法，在坠机事件发生时，这架战机正在参与萨凡纳哨兵演习。这是国民警卫队最大的4代战机与5代战机的反空军演习。每年都会在国民警卫队位于佐治亚州基地的空中优势中心进行。作为美国4个战备训练中心之一，空位优势中心是为第4代和第5代预备役和现役战斗机飞行员执行空对空作战训练任务。而萨凡纳哨兵演习允许来自美国各地的战斗机部队一起进行综合战术训练，包括地面训练、进攻、防御、反空中任务、巡航导弹防御以及武器投掷训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等待美国官方的说明吧。你们觉得此次事故会不会依旧是 F-22起落架的问题？毕竟前段时间 F-22就在日本发生过事故，原因正是起落架问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北约部队常驻苏瓦乌基走廊，目的是防范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吗？他们又会怎么应对呢？俄罗斯启动的非战略核武器演习又会对战场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德国援助射程100万公里炮弹能对战场有什么影响？能否防范俄罗斯的 GPS 干扰系统呢？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